93阅兵后，挑衅中国第一个的刺头出现了。就在9月11号，立陶宛新上任的总理英加鲁吉涅内突然在公开场合表示要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语出惊人的是，他口中修复中立关系的举措，却要让中国先向立陶宛低头，不再拿台湾省的驻立陶宛代表处说事儿。此番风言风语已经到了堪称炸裂的程度。要知道，4年前之所以会把中立关系搞崩，就是因为立陶宛允诺台湾省设立代表处，严重触犯一个中国原则。而4年后的今天，立陶宛不仅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居然还变本加厉地挑衅中国底线。这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缘何如此疯狂？关于立陶宛的突发恶疾，自然与这位新官上任的总理脱不开干系。英加鲁吉涅内上任之后，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向特朗普示好，积极响应美国提高国防预算的提案，用6%的军费开支给立陶宛的国计民生上了波强度。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从2021年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期以来，立陶宛的经济发展逐步迈入了寒冬。其实要说，中立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也并没有占到立陶宛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头，欧盟才是它一直以来的最大金主。可奈何，中欧班列的开通给沿线各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立陶宛便是在此时凭借克莱佩达港的优势地位，从中分到了经济红利，将出口贸易搞得风生水起，甚至一度形成出口依赖。这种依赖要是放在大一些的国家，自是无足轻重。可立陶宛作为一个产业本就不发达又人口稀少的小国，显然是不会有那么多可供试错的机会。在与中国闹僵，中国对应调整了中欧班列的行进路线后，立陶宛的经济发展瞬间就陷入了停滞。不仅通胀率飙升到了 9.5%， 就连失业率也直接干到了 7.8%。没有了中欧班列的超强成本控制，立陶宛的企业每年要多花 1.2 亿欧元的物流成本，转口中国的货物量减少了超过 90%。这对于一个靠赚取外汇续命的国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可屋漏偏逢连夜雨，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身为小国，不得不在大国主导的全球博弈中选边站队。立陶宛本就有着欧盟与北约的双重认证，不出所料地走上了与俄罗斯割席的道路。但立陶宛显然是忘记了自己的体量，其他国家联合围堵是为了对俄罗斯施展经济制裁，可立陶宛才几个人，贸然停止购买廉价的俄油俄气，只会将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逼上绝路。果不其然，只剩下美欧的高价能源和电力供给，立陶宛很快就体验了一把垄断市场的恐怖，工业成本急剧上升 50%。 更为要命的是，4倍的燃气价格还导致立陶宛的家庭能源支出平均上涨2倍有余。寒冷漫长的冬天更是逼得政府不得不拿出 40% 的外汇储备来补贴能源开支。截止到今年，这个人口不过300万的国家却已经欠下了450亿欧元的外债，17万的民众更是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因此，现在的立陶宛与其说是疯了，倒不是说是真的扛不住了，这才有了新总理且些天向中国象征性服软的奇葩一幕。不难看出，立陶宛的国家政策和外交逻辑从来都是一味跟随大国的选择。而除了在大国裹挟下的被迫站队外，这个小国似乎还带着一种骨子里的傲慢，这就要从立陶宛的发展历史说起了。立陶宛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充满曲折。它在中世纪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不仅建起立陶宛大公国，还与波兰结盟，差点团灭了大名鼎鼎的条顿骑士团。可这种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崛起，立陶宛就渐渐沦为了被大国支配的工具。先是在1795年被沙普奥三国瓜分，并入沙俄的版辖，后是在一战结束后短暂复国，在面对苏德的侵吞之时，一半分给了苏联，一半割让给了德国。不难看出，立陶宛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挣扎，不是被控制就是被忽视。而这样的历史烙印也间接塑造出了它倔强与敏感的独特气质。这种命运轨迹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正式中断。而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立陶宛也迅速选择了亲西方的道路。2004年，立陶宛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可直到此时，立陶宛才发现又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己完全没有话语权，还是只能跟着大国走。毕竟，立陶宛没有像德国那样的工业实力，也没有像法国那样的文化影响力，更没有像波兰那样的人口和市场。即便国家坐落在波罗的海沿岸，也并未形成真正的交通枢纽优势，再加上经济规模在欧盟27国里一直都是倒数，因此其政治地位必然聊胜于无。面对这样的境遇，立陶宛自然要想办法刷存在感，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道路：政治表演。经济上的弱势让立陶宛很早就明白，若想在欧盟和北约的内部争取更多关注，就必须表现得特别积极。于是他在很多问题上都要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极端。对美国，他更是几乎是无条件追随，从军事部署到外交表态，立陶宛往往甘愿充当炮灰。
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适中来换取安全感，争取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靶子。立陶宛现在最大的困境是国家太小，想靠正常的经济发展来提升地位几乎不可能。他又太焦虑，总担心自己在国际舞台被遗忘。而对于立陶宛来说，中国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普通民众和中国的交集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西方媒体的舆论氛围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质疑中国的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挑衅成功，他就能获得西方的政治声援和援助。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激烈的当下，这样的表态更是能够符合美国的需要。于是立陶宛选择了这个最简单也最极端的方式，即通过挑衅大国来吸引注意力。这种以小博大的心态正是立陶宛今天频频出位的核心原因。不过这种路径虽然短期内能带来话题和援助，但长期来看却只会让它陷入更大的孤立和被动中去。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犯了2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和意志力，另一个就是错误地认为西方盟友们会真心实意为自己的愚蠢买单。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某个强权的无脑迎合，它就注定会成为大国博弈棋盘上的一枚弃子。直到今天，立陶宛的政客们都认为，只要自己的态度足够强硬，就能作为谈判的筹码，而只要自己愿意谈了，中国就应该给个台阶下。可在此基础上，这些政客们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来纠正错误，反而是在变本加厉地试探中国的态度，那他们将面临的就只会是铁板一块。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红线，绝对不会用作谈判筹码。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也是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如果立陶宛继续佯装强硬，只停留在口头喊话和外交辞令，中国不会陪他胡闹。最终回应他的也只会是持续下跌的出口贸易和工厂工人的关停与辞退。如此一来，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全体立陶宛的人民。立陶宛的冒进外交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政客们将国家安全寄托于美国，通过掀起台海争端、参与乌克兰冲突等行动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可他们恰恰忽略了日趋衰落的美国早已没有能力接下这份投名状。不要说制造业回流的伟大愿景，线下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就连最基本的安定都成了问题。那梦寐以求的各种援助，又如何不是立陶宛政客们的一厢情愿呢？中国对此则看得很清楚，面对立陶宛的无理和毫无诚意的姿态，中方选择了冷淡回应，甚至不予理睬。中国的外交从来都不是谁先低头的游戏，而是相互尊重的交流。如果立陶宛还抱着让中国先妥协的幻想，那他们就只能继续看着自己跌入深渊，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
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断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比如，有外国网友就在国外知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指责美国某些地区的治安环境过于糟糕，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无能所导致的结果。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
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曲。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